各位晚上好啊！又到咗 Richard 嘅數字人生時間。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咧討論一個概念咧，就係關於 KPI。我相信好多咧出嚟做嘢嘅人咧都知道咩係 KPI 啦。KPI 嘅全稱咧就係關鍵績效指標，亦即係 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s。其實用嚟做咩嘅咧？你可以簡單咁理解佢咧，就係用一啲量化嘅指標咧，去睇下你喺工作上面嘅表現做得好唔好啦。我哋最常見嘅，譬如一啲銷售指標，即係你賣咗幾多張單啊，賣咗幾多件貨啊，或者係一啲滿意度嘅指標啦，或者一啲好基本嘅，譬如話你嘅出勤啊，你完成嘅工作嘅數量啊，諸如此類啦。唔同嘅行業啦，唔同嘅公司嘅指標有唔同。但係大部分嘅打工仔咧，其實都唔太中意咧呢一個 KPI。通常咧啲人都聽到咧都會好頭痛。以前咧我有啲同事咧，佢就做 sales 嘅。佢咧次次同呢個 sales director 開完會之後咧，都會走過嚟呻話：唉，今年嘅數咧又係一個好誇張嘅數，點追都追唔到。呢個佢哋所謂嘅要追嘅數咧，就係佢哋嘅其中一個 KPI 啦。你一定要達到呢個 KPI 嘅某個百分比咧，咁你人工或者係分成咧，先至會比較理想。否則嘅話咧，可能你就只係攞到一個底薪加比較少嘅一個 bonus 啦。但係點解無啦啦咧，我會想講 KPI 咧？其實事源係咁樣嘅。因為我早排去咗旅行啦。旅行你都知有好多交通時間啦，坐車啊，或者係等位啊，甚至乎有時等洗衫啊，一啲比較無聊嘅時間。因為你唔喺屋企啦，咁你都冇咁多嘢可以做啦，亦都錄唔到片啦。我就會睇下 YouTube 啦。但係你知啦，又唔想用咁多腦嘅時候咧，我就 click 咗一啲咧網絡小説嘅語音嘅，叫做語音小説啦。即係佢就會將成個網絡小説咧用語音嘅形式講出嚟。大家都知道嗰啲網絡小説其實就冇乜營養嘅。但係唔知點解咧，聽下聽下咧就會好上癮。不知不覺咧就聽咗好多個鐘，搞到咧我老婆都話：你做乜由朝到晚都係聽緊啊？我就係話：其實我只係聽緊小説啫。但係我都諗下點解呢啲咁可以話係質量比較低啦嘅小説咧，都可以令到人咁上癮咧？其實佢有啲咩奧秘咧？其實我聽呢啲小説咧，好多時咧，其實佢劇情嘅走向係點咧？其實我都唔係太關心。我哋聽嘅爽度啦，我哋叫做爽度咧，即係令到你開心嘅位咧，好多時咧就係個主角咧一路升級，由1級啦升到2級，跟住一路升上去。而每升一級咧，可能佢啲屬性又變強咗啊，佢啲能力又變高咗啊，佢打敵人嘅時候又威風咗啊。我就諗，咦，其實呢啲遊戲裏邊嘅表現，咪正正就係我哋所講嘅 KPI 咯。所以咧，今日我就從一個遊戲嘅角度咧去剖析一下一個公司或者一個人咧，點樣先至可以更有效咁利用到呢個 KPI。咁講呢個點樣好似打機咁樣去利用 KPI 之前咧，其實大家咧應該都會有聽過一個叫做原子習慣嘅書或者佢嘅概念咧，就係你只要每日咧進步少少咧，一年365日之後咧就會進步好多倍。當然啦，原子習慣呢個所謂嘅進步幅度咧，只係一個宣傳伎倆啦。實際上咧，你都好難真係一年之後咧就有翻天覆地嘅變化，而更加咧係需要一個持久同埋長期嘅努力咧，先至可以見到入邊嘅效果嘅。但係咧，我自己都明白咧，堅持係所有成功嘅裏邊一個最難嘅要素，就係第一。有好多嘅成就咧，唔係話你可以好短時間見到。譬如講做 YouTube 為例子啦，你嘅訂閱人數啊、點擊率嗰啲咧，可能長期都會係一個比較低嘅水平。就算你覺得自己嘅節目製作水平有提高之後咧，未必嗰個用嗰個訂閱人數或者嗰個觀看數又會上升，因為呢啲咧係有好多唔同嘅因素去影響。有時可能係個 view 數上升咗啦。但係個訂閱人數唔上升，
有時就係訂閱人數上升咗，而 view 數唔上升，甚至乎兩樣都唔上升都唔定嘅。咁可能需要一個好長好長嘅時間咧，先至可以達到一個效果。咁好多人咧就係未去到呢個位之前咧，其實已經放棄咗。咁所以真正能夠將原子習慣呢個概念貫徹到底嘅咧，始終都係少數人。又揾一個比較貼心啲嘅例子啦，譬如減肥。如果你努力咗1個月，你嘅體重都冇明顯變化，你仲會唔會再去做第2個月呢？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未必會。咁所以呢個就係一個問題，就係當你開始做一件事之前，如果你攞唔到一個比較好衡量你嘅指標呢，其實你係根本利用唔到所謂嘅原子習慣，亦即係所謂嘅複利嘅效果。咁正正咧 KPI 其實都有一個咁樣嘅問題，大部分公司咧利用 KPI 咧都只係咧將佢作為一個咧喺公司監管員工嘅角度去睇下呢個員工做得好唔好，佢今個月同上個月有冇喺公司嘅角度嘅進步啦。咁但係對於個員工嚟講咧，呢個只係一個由上而下俾佢嘅一種任務啦，佢完全感覺唔到喺裏邊咧對佢自己嘅一個益處啦，或者對佢自己個人成長嘅一個體會。咁所以咧我就諗，如果我好似打機一樣嘅角度唔同大家如果有玩過遊戲都知，唔同嘅角色、唔同嘅屬性其實有唔同嘅用途。譬如法師，咁智力係比較緊要嘅，因為影響到魔法攻擊力啦。咁戰士可能力量比較緊要啲啦，因為影響物理攻擊力啦。咁譬如盜賊或者弓箭手可能敏捷緊要啲啦。咁諸如此類，其實唔同嘅人咧，可能唔同嘅 KPI 對佢嚟講影響大啲。咁其實公司裏邊嘅人都係一樣，每一個員工咧，其實佢有擅長嘅地方。就算大家都係做 sales，有啲人可能單數好高啦，有啲人可能每一單嗰個金額好多啦，有啲人咧可能對個客嘅服務比較好啲，令到個客人嘅回頭率高啲啦，滿意度高啲啦。咁每一個人擅長嘅嘢都唔同。如果個公司只係單方面咁用同一種指標去評價唔同嘅員工咧，第一個員工自己唔會覺得自己有進步，第二亦都覺得你好似用一種唔適應佢嘅評價方式去評價佢。咁如果我哋用打遊戲呢個角度去諗，就係如果我知道每一個員工佢自己擅長嘅嘢係乜，或者佢呢一段時間佢想發展嘅嗰樣嘅能力係乜嘢，而幫佢去調整佢個所謂嘅 KPI 去到能夠有效咁測量到佢呢方面嘅表現，咁佢咪好似打機咁，佢感覺到自己係有進步。譬如話我呢段時間或者今年我目標咧，係令到我對於每一個客戶都更加熟悉，令到佢哋嘅回訪率更加高啊，或者令到佢哋更加多留意我發出嘅郵件啊，或者係打出嘅電話。咁我可以將呢一方面嘅嘢咧，去作為我嘅一個 KPI，咁而去評估我自己係咪喺度進步緊。咁因為如果我向呢方面努力，咁我呢方面嘅指標進步咧，其實就好似打機咁，我有一個升級嘅樂趣，然之後咧我就會更加努力向呢方面發展。咁就好似我自己做 YouTube 咁樣啦，雖然我講過話，我其實就唔係話追求一啲咩 view 數啊，或者係一啲咩實際嘅效益。咁但係佢裏邊咧，其實都有好多指標，譬如話訂閱者人數啊，總收看時間啊。我只要能夠揾到一兩樣我自己覺得能夠令到我自己滿足嘅指標，譬如我嘅訂閱人數上升緊，或者最簡單就係我自己喺度做出更多嘅影片，我影片數由10幾、20幾變30幾咁一路上去咧，其實我覺得自己都係一種進步。咁我揾到一個能夠令到我有一個升級嘅感覺嘅指標去努力咧，咁我都可以喺呢條路上面堅持得耐啲。咁同埋咧，就好似玩遊戲咁，你又唔一定話要長期只係睇住同一個指標，咁你可能中途都可以轉職噶嘛。你今年或者呢幾年你努力咗，可能將你嘅某個能力已經拓展到一個水平之後，你又想再向另一個方向優化一啲或者係強化一啲咧，咁你可以將你個 KPI 嘅指標嚟轉做另一個方向喎。咁你又可以重新揾翻嗰個升級嘅快感，否則好似好多人咧，其實好容易進入一種叫做 burnout 嘅狀態，就係因為佢原先努力嘅嗰樣嘢
去到某一個水平之後咧，其實再向上嘅難度非常之大啦。咁佢好容易就會迷失咗啦，就因為佢好似無論點樣努力咧，嗰方面嗰個KPI 都上唔到去。咁如果咧佢淨係死擲呢一個 KPI 咧，咁佢好容易就會進入一種咧burnout 嘅狀態，就係佢已經冇任何嘅動力可以再進步。但係如果佢能夠將佢嘅 KPI 調整去另一個方面，譬如你唔再追求一個 view 數啦，你可能追求大家睇嘅平均時數百分比，咁你可以嘗試做精緻一啲啦，多一啲吸引人留低嘅元素啦。反而咧可能將嗰個發片數下降一啲都唔緊要，但係你做得精緻一啲，咁都係一種方向嚟㗎。嗱，咁所以我覺得咧，作為一個公司咧，如果佢真係想令到啲員工咧喺佢自己工作過程中得到多一啲滿足感咧，其實利用 KPI 已經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嘢。譬如你可以同員工一齊去定一個 KPI 啦，去定期去 review 翻個 KPI 係咪啱啦，甚至乎你允許員工去創造一啲新嘅 KPI，去幫助佢自己去揾到佢自己一個進步嘅動力啦，佢自己一個升級嘅樂趣咧。咁我諗對大家都有好處。嗱，雖然我唔知道有冇企業嘅老闆會聽我嘅節目啦，或者聽咗會唔會有人真係會嘗試，但係我自己就覺得呢一種喺工作入邊升級嘅感覺，聽起上嚟都唔錯。咁但係我暫時仲未遇到一個咁理想嘅工作環境啦。咁但環境咧都係自己創造嘅，咁雖然我喺日常工作咧未必有呢個環境，咁但我自己工餘咧都有自己嘅一啲嗜好或者興趣咧，可以俾我體驗到呢啲咧逐漸升級嘅感覺。嗱，以上咧就係我今集嘅內容啦。如果咧大家對我嘅頻道感興趣咧，歡迎訂閱。咁我主要咧都係會講科技相關嘅話題，咁但係間唔中咧我都會加插其他一啲關於職業啊，或者關於一啲生活方面嘅話題。咁希望大家鍾意我今日嘅節目啦。我今日嘅分享時間到呢度，拜拜。